上面介绍了3款卡夹式的木层板灯，接着来我们讲另外一个嵌入式的木层板灯。目前的话是有3款的啊。我们先来看第一款插拔式嵌入式层板灯为什么叫它插拔式啊？因为它这个出线堵头它是独立的，它后面才装的以前的那些旧的灯带它是焊死在一起的，那这样的那些灯带的话的利用率就不高换成这种插拔式的话，它利用率就会高了很多那我们来看它的一些基础参数，它是一款常亮非感应灯，寿温是3000 K 的暖光铝材是铁灰色的，功率是5瓦每米，指针限制是100到3米之间，灯线长度是1.8米的，它可以应用在我们厚度大于18以上的层板顶底板都可以去装它是一款嵌入式灯，所以说它的板件是要去开槽的，然后灯带嵌入在我们的槽上去安装，下单方式软件组件里面去调用。那在用的过程中呢，要去注意一个参数就是这个参数好比这个案例我们应用在这种层板左边是没有侧板的情况下如果说这个参数是没有管它不见光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它会开通我们的侧板开通我们的层板这样的话就会露出我们的这一个基材了露出里面的基材，露出我们的灯它的美观度就很差了就会出现补单的。所以说，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来设置这个参数设置为见光左边见光这样的话我们的灯就不会开通了，大概会留了1公分的一个左右留了1公分这里是要去注意的。然后下面的话是另外一款灯，它的名字叫嵌入式层板灯02它是一款感应灯人体感应的，开关效果就感应剂量延迟熄灭的色温是3000 K 暖光功率是10瓦每米，铝材是银色的它就有2种规格一个是长度是580的，对应的层板的宽度是620，另外一款是820，对应的层板860，灯线长度是1.9米的。然后它可以装在我们厚度大于18以上的层板顶底板都可以去装嵌入式灯板件要可以开槽的，安装位置是建议装在我们板件的底部下单方式的话软件是没得下，只能是通过我们文字备注上去下单备注的时候要备注清楚我们灯带的型号安装的位置距后面是多少要备注清楚是居中宽度是居中摆放还是怎么样然后第二个点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安装的一个位置，尽量是靠前去装因为开到后的话感应器可能没有那么灵敏然后这里思考一下，就是我们鞋柜底板能不能去装这一款感应灯因为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设计师经常来问的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答案是可以的，但是感应效果可能不太理想。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是我们的这个球形的感应器它的感应角度大概就是120度感应高度就是2.2米，也就是说这个感应器越高它的感应范围就越大，相反它感应器装的越低它的感应范围就越受限当它应用在我们鞋柜底板的时候，它的位置就不高了，所以说它的感应范围是有限的，再加上它后期可能放鞋子会挡到我们这个感应器，所以说它的效果是不太理想的如果说这个客户还是坚持要做，那可能要去做一些处理。首先第一个建议我们这个底板离地高度是有一个200有个200。第二个点建议我们灯带的位置距前有个80，这样去安装尽量靠前当然了，这个参数只供参考如果说大家出现问题不要来找我就行了然后下面是我们第3款LED 嵌入式感应灯这个也是感应灯来的但是它是一个红外感应手扫的感应距离大概就8公分80mm，色温是3500 K 暖光铝材是银色的，功率是6瓦每米。它这一款灯也是只有2种规格一个是500宽的，一个是800的，那对应的一个层板的宽度是大于等于500另外一款是大于等于800的，灯线长度是1.9米。那这里有个注意事项，就使用限制是建议应用在我们底板的时候的话，建议离地面是需要大于150以上的不然的话它手扫是会受到限制手扫是0的然后安装工艺它也是开槽的嵌入式安装目前这一个下单方式只能是通过我们文字备注这样去下单，也是备注清楚这个型号然后距边那个距离备注清楚。然后这3款嵌入式灯的话，它的一个过线方式都是一样的我们这个板装灯的这个板会开一个过线孔都是会开这个过线孔的。那这里要有一个工艺限制，大家要去注意的安装这种嵌入式层板灯的话，我们板件的深度要大于等于80的，然后这个灯槽距边那个值最小的是20如果说是颗粒板的话，最远距边距离可以去到410然后如果说是多层板的话，最远的是200因为前面软件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工艺是有限制的，大家要去注意。为什么会有这个限制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钻孔的一个操作台所以说它是有一定的限制在里面的，钻头就那么长所以说它会限制在我们这一个410的一个尺寸。多层板为什么限制在200呢？因为它的一个硬度的一个问题多层板会比较硬所以说会限制在200。那回到这个木层板灯它是怎么去走线的？这个前置木层板灯是怎么走线的它也是跟这个嵌入式灯一样，层板要开这个过线孔的不然的话它没办法去走线。那这里的话它的一个安装这个前置层板灯的一个深度最大是可以做到多大呢这里的话就是取决于我们这个孔了我们孔是410的这边开一个410，另外再开一个410，所以说它的一个总深度是去到820的最大的尺寸是去到820如果超过820的话，这个孔就开不通了就有问题了
然后关于我们这个嵌入式层板灯的话，过线孔这个还是有一个注意点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就是一个隔断柜啊，没有背板的啊。我们设计的话是做了一个嵌入式层板灯的，它会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大家想一想啊，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嵌入式层板灯它会开一个过线孔啊。它后边没背板，所以说这个孔是露出来了啊，它是有问题的，所以说这里的话就是出现售后了啊，说这一个层板灯的这个孔啊露出来了啊，要把它 cut 掉，不要了啊，然后还要考虑一个问题，怎么去走线的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点来的。那当我们去做方案的时候，要去注意的，当我们柜子没有背板的时候啊，第一个点是不建议大家去做层板灯的啊，最好去做我们的侧板灯啊，这样的话就不用去考虑走线的一个问题了啊。如果说他坚持要做层板灯，那我们型号就要建议大家去选择一个插拔式的一个嵌入式层板灯了啊，不要去做那种后置的层板灯啊。就是好比这种18mm木层板灯啊，后置斜八光侧板灯啊、层板灯啊，不要去做啊。还有玻璃层板灯也不要去做啊，并且还要去考虑灯带过线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灯线是从背板这样去走线的啊，现在这个孔没有了，又没有背板，那怎么去走线啊？那过线的方案是可以建议大家去在我们的工厂侧板去开这个10×10的这个槽位，这样去过线啊。那这个槽位怎么去选啊？到底是选择外侧开槽呢，还是内侧开槽啊？那当然是选择外侧开槽呢，因为内侧开槽的话，槽是会裸露出来啊，就会很难看啊。所以说这里的话就要去注意啊，不要去选择内侧开槽，选择我们的外侧开槽。那怎么去做啊？怎么去选择？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柜子带灯的这个柜子一侧是靠墙的，我这边是靠墙啊，靠墙的情况下我们会加配封板嘛？加配封板的情况下，那这个槽开不开都没有问题啊，都可以啊，因为有封板的啊，有封板的厚度，那么走线是没问题的。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我这个柜子是不靠墙的，但是我旁边是靠一个柜子啊，那这里的话就可以选择在这一个靠墙靠柜子的这一面的侧板去开这个槽啊，就这样去走线，因为它不见光，旁边是有一个柜子挡住了啊，可以这么去做。那还有一种的情况就是说，它不靠墙又不靠柜啊，左右的见光的情况下，那建议大家还是要去加配一个见光板在侧面啊，去挡住这个槽位的啊。然后第三个点就是它的一个定位啊，怎么去定在哪里？首先的话，它的深度方向啊，我们灯带在哪里，我们的槽位就在哪里啊。要对齐我们的灯带啊，然后第二个点就是高度啊，高度是通顶的，然后底部的话是平齐我们带灯的那个层板的底部啊，这样去做啊，备注清楚啊，这个就是我们过线的一个方案了。